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命运的试炼与宇宙的祝福同时降临，你准备好了吗？为大家准备4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橘子果冻和意图卡牌，第二个选项是樱桃果冻和永恒之地卡牌，第3个选项是麝香葡萄果冻和纯真卡牌，第4个选项是白桃果冻和信念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张卡牌，或者选择自己现在很想要吃的果冻。如果有2个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欢迎你们2个答案都听听看哦。那我们就开始吧。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选择橘子果冻和意图卡牌的朋友，你最近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命运试炼，或得到什么样子的宇宙祝福呢？看看哦。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左半边哦。左边这边是有关于你的试炼，好，那右边这边是有关于你的祝福哦。但是其实啊，我会觉得这2边有一点大同小异，蛮好玩的。这个隐者呢，他是一个内在省思、内在思考的一张牌。那我会觉得你最近会因为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这是因这一张牌是因果的因。我觉得你最近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计划，然后呢，我会觉得
宇宙它就是让你先多思考，让你不要动。就是你可能会想要做一个事情，可是你会一直不断的一直想，然后还没有想完，所以你无法做任何的一个动作，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行动。那这个因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果呢？这个试炼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果呢？我觉得会把你心中的一些欲望过滤就是我会觉得你会把一些欲念、欲望做一个净化这个动作。因为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宇宙给你一个试炼，那个试炼其实有时候是为了要推动你成长，让你能够更好。所以我会认为，如果你现在有个计划，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还有什么没有想清楚，那我觉得你就先缓一缓，先不要去做。这两张牌这张宝剑四，它是你该做什么才会得到比较大的幸运，就是比较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次的一个试炼。你看这个宝剑四就是不要动。然后呢，避凶，我们不要做什么事情，应该要避开什么事情，是魔杖四。所以我在想因为我看这个牌的样子，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最近有想要，例如说我现在想到是例如说有几个可能，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开 party， 就是你可能要开一个例如说什么演讲会 party， 或是你有想要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团体的活动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再更谨慎的去思考你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你还没有想清楚。那是不是要做得很盛大呢？还是说其实你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面子吗？还是为了什么？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最近要跟一个人结婚，或是要跟一个人确立关系，或者是你要去约会，或者你要跟一个人见面，或者是就是例如说可能我不知道，我会想到有一点就是你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个人他到底值不值得你信任，值不值得你牵他的手过下去。我会觉得有时候这个感觉会让我觉得有点也不尽然全部都是，但是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例如说感情诈骗，要很小心，可以吗？感情诈骗。然后再来就是或者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那我觉得你不要草率的，或是被自己的一个欲望、欲念，或者是被自己就是你知道恋爱脑冲昏头了。我会觉得这个对，就是或者是因为抱歉，等我一下，我整理一下哈，因为讯息太多了。我会觉得你们只是不要这么快的就抵达终点，或者是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在你心里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没有好好的了解对方，还没有真的理解或更知道对方的一些家庭啊什么的种种，你们就草率的在一起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一些
状况、问题，或是一些不好的一些之后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试炼是要你拉住自己的欲念，拉住自己的一些可能虚荣心啊、面子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欲望或什么的，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给净化，然后好好的想一下你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OK， 好，那你可以先缓一缓，好不好？先缓一缓，先不要有动作，好不好？不要这么急着把钱送出去，不要这么急着把这个活动给办，就是你知道，就是接下来就要推或什么之类的，不要这么快就把钱砸下去了，可以再多思考一下，好吗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呢是宇宙来的祝福哦。这边呢，我会觉得啊，它其实是呼应左边的试炼的。你看这个是宝剑8，然后他是一个人，他把自己困住了，所以你看它是有呼应的，就是你接受这个试炼，你不要这么快的有动作，你拉住自己，先把自己绑起来，先待在原地，不要这么冲动。然后命运之轮就是这是因，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我会觉得老天爷就是在告诉你，你接下来要看一下，顺其自然，稍微缓一缓，然后看老天爷怎么帮你编排这一条线。你不要那么快的，这么急的就想要去创造些什么，改变些什么。OK， 然后会有什么样子的果呢？我觉得这才不会让你受伤哦，才不会让你看这个宝剑3，它正的就是你知道，就万箭穿心，后面还下雨，有没有？好惨哦！所以我觉得老天爷是在保护你，不要这么，我不知道，其实我很以前就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其实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你求也求不来。所以我觉得你就稍微放慢速度，如果对方，如果这个活动，或是如果例如说这个赚钱机会，我们又要讲到投资的部分，如果这赚钱的一个机会，他如果不等你就真的不见了或什么的，或是这个人他不跟你结婚，他就跑了。如果这个人你没有给他，例如说100万200万，他就不爱你了 ，OK？ 那就代表这个人他不是你命中注定的人，这个活动不是你命中注定要办的活动，这个名声这个钱不是你该得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OK 哦。那你看这边这2张牌也一样哦，这两边建议牌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了解整个状况，就是你心要静，然后呢你要开始看清楚一下局面，就是我会觉得你要做的事情是，有时候其实你自己知道你是在什么样子一个状况里面，但是可能你自己不愿意去做一些处理。这张牌我觉得会是一种，就是 OK， 我们就是很理性的，有理性的去做行动，就是 OK， 好，我们来好好的看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理性的，而且很跳脱的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断舍离，或者你是可以把这个自己的欲念给切除的。我会觉得
这是要斩你的一个欲念，你要切除掉你的一些欲念。有些东西可能不该你，就是不是你的哦。OK 吗 ？OK 吼，好。那再来呢？怎么样子呢，才能够给你避开凶祸，就避开不好的事情哦？我会觉得这张也是哦，这张也是你不要让自己就是觉得好像，哇，我所有的事情就是都要拿到手了，我接下来就什么东西可以如愿。你不要如愿，你比较不会有灾祸，好吗 ？OK 吼，那这一次的卜算是大概3到6个月之间，请各位一定要很小心。如果你最近有什么样子的计划，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例如活动，或是有一个例如说很push你要去确立的关系，很急着要你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不然就什么东西都不见，不然就什么利润不见，不然就例如说就是我们就没办法在一起或什么鬼的。我跟你说，你就让这命运之轮证明一切，你自己的心要干净，你的目的要纯粹，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组选择橘子果冻跟意图卡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樱桃果冻和永恒之地的朋友，你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子的试炼？还会迎接怎么样子的祝福呢？来看看哦。
OK， 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个选项，樱桃果冻和永恒之地的朋友，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试炼呢？我们先看一下试炼的部分，左边。你最近应该会有一个事情是可以让你很得意，或者是应该可以让你心想事成的事情。就是可能做某些事情觉得就觉得得心应手，或者是有一些成果。那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最近也有可能会越来越有自信。例如说就是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啦，然后工作的整个状态越来越好啦，之类的。好，或者是例如说很受欢迎啊，这样子，很受异性的欢迎，或是就是很受男男女女的欢迎，这样子哦。那在你这样顺风顺水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是试炼呢？我们来看一下因果。其实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真的是很努力的一个人，就是你真的很有才能，你很有自己的一个魅力，然后你也是很有热忱，很有热情的一个人，所以其实你才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圣杯，这么好的一个状态。可是啊，我会觉得你之后有可能会因为你有这个成果了，所以你会开始变得会比较，例如说可能会骄傲自大。好，我就有牌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们不要生气哦哈，就是有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好不好？好不好？对，如果你们很生气的话，你就自动就是帮我就是把我的用遣词用字帮我哔哔哔哔这样子好不好？就是消音好不好？就我觉得你可能会变得有点骄傲自大，或者是会有点失去一些理性，然后原本都可以很良好判断，可以很冷静处理的事情，就反而有点变了。就例如说，可能你原本都好好的，可是有权利，或是有名声，有好的名声，然后很受欢迎，或者是得到上司的肯定啊，老师的肯定啊，你就开始突然之间就你知道，就是我们台湾就讲糟奸，有没有？就整个坏掉。你要小心不要这样子。你原本很赞的，很好的，超完美的一个人就不要把自己毁了好吗？好，那我们怎么趋吉避凶呢？我们先看一下怎么样子做才比较好哦。你要取得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常讲胜不骄，败不馁，所以我知道其实那个就是那种达成的快感，跟你知道胜利的时候那种骄傲，那种开心，我知道是挡都挡不住。可是其实你自己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某个部分啦，我觉得是老天爷成就我们，是宇宙成就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面对很多东西，好吗？那有时候自己的成功也绝对不是因为自己一个人，那可能会因为是得到好多人的帮助，但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我们就是受到所有的人的一个协助帮助，我们才能够过着这么良好的一个生活。那当然包括整个宇宙的一个恩典，对不对？那请大家要保持着一个比较谦卑的心，然后好好的调整自己，你就会很好哦，好吗？那千万不该这张又是骄傲自大，然后还有就是容易夸口，就例如说，那可不可以？例如说，可不可以请您来就是演讲一下啦，或是就是
啊，那之后你要不要带我出去玩？就例如说很多女生很喜欢你，或很多男生喜欢你，然后你讲说，没关系，我们之后就去哪里玩啊，我就是带你去哪里玩啊，然后或者是我买什么东西给你啊，然后什么我一定会跟你在一起啊，什么之类的，你不要空口说白话，好不好？就是不要给一些不能够给的承诺，然后再来就是，也是不要脾气暴躁，然后不要心胸狭隘，不要心胸狭窄。例如说，你自己成就很不错，或是你最近状态很好，那你就看不得别人好，这样子是不好的哦，是大忌哦，要小心哦，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呢是老天爷宇宙要给你的一个祝福。我们来看一下，是消减你的欲望、欲念诶，所以我觉得这两边也是呼应的哦，这两边呼应的，就是说，我觉得，你一直以来都是很努力，然后很带有梦想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一直以来都也是很体贴别人哦，这边是你的因哦，因果的因，所以你原本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 nice 的一个人哦。然后抱持着好多好多的梦想，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我觉得你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或是往前追溯一段时间，你应该都是一个极度，我可以说极度好的、很棒的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人。那，可是我会觉得你如果从里面就因为得到了一些什么，或得到一些肯定，或是有一些成就，你就开始因为你轻飘飘，你知道飘到宇宙去，那就不对了。OK 齁，那我觉得宇宙它给你一个这样子的试炼，然后给你一个这样子的祝福，是希望你能够回想起你自己的初心。你当初是为了什么做这件事的？还有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一些面子或是一些什么因为圣杯 Ace 它本身是一个最纯粹的一个真心，最纯粹的一个梦想，一个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抓住，你要把它想起来，而不是一些充满呃充满杂质的一个欲念哦。好，那我们来看你该做什么跟不该做什么 OK。 我觉得你要继续保持，哇，你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很不错，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去影响别人的一个人哦。就例如说你可能是主管，或是你可能是例如说你可能是老师、教授哦，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有能力有个 power 可以去影响别人的人。因为魔杖国王、魔杖女王，然后甚至圣杯女王、圣杯国王，还有宝剑国王都出现了，所以从中可以看到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人，或是真的是一个灵魂非常非常有光芒的一个人。那我觉得你就是继续保持你自己的对于事物的一个热忱，然后一个动力，然后做对的事情，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力量放在，例如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的核心上面，就你不要一直为了旁边的那些什么，就是你知道人的事情啊、社交的事情啊、钱的事情啊、利润的事情啊，就是你不要为了那些事情模糊了你自己的一个就是让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失焦了。OK 吗？我觉得那样很不值得。好，然后再来是怎么样子要
不好意思哦，要怎么样子避开一些灾祸。我这2张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张牌呢，它是魔杖7。那魔杖7的牌呢，它其实说有些时候啊，你不要去太计较，或者去抗争一些什么。我会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有些艺术家，或是有一些做事的人，他们会很 care， 就是说，我就是不要拿别人投资，或者是说我就是要自己一个人撑，或是我就不要接受别人的帮忙或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你会很不了解、不懂的一个固执的点哦。就是他没有在做自己想要，就是他把焦点都放在于说他在抵抗别人给他的好，别人给他的温暖，别人给他的一些协助帮助，那其实是不必要的呀，好不好？我不是说就是什么东西都拿啦，或者是去贪心的去要别人的东西，而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机运，有个机会，那对方他其实是去想要协助你，那我们就接受，虚心的接受。讲到这虚心的接受，还有一点哦，就是如果别人有对你有一些指责，有一些建议，那我们就虚心的去听，好吗？就是不要去不要跟大家打架，你先听，然后自己咀嚼一下，到底他讲的是对还是错，以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好吗？我觉得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哦，好不好？那有些东西不要太固执，然后不要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另外呢，这个钱币5倒着哦，我觉得这个会真的就是，例如说，可能大家对你的协助一个资助，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工作上或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会自己陷入一种迷思，就是 OK，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是只有我一个人，例如说苦读啊，或是你知道就是白手起家，我一个人撑起一片天，感觉自己很酷、很棒、很了不起。但其实那只是一种自我满足。我觉得有时候别人要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就是带着感恩的心去收下一部分他们的关爱跟体贴，不需要把别人的一些好践踏了。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就是对自己的就是那种孤苦无依啦，那种就是披荆斩棘的一种，你知道那种精神，有时候真的，就其实自我满足啦，好吗？那我其实我觉得我今天这样讲话其实还蛮直接，有可能会有点刺哦，你不要生气哦，好不好？那但我会觉得你原本就很好，那我们不要把这个很好的一个状况给破坏了，我们尽量让这个好的一个状态延续下去，细水长流，好不好？因为我6号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而且我觉得你在做事也很好。那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欲念，或是一些杂念，或是一些本就不应该要被怎么讲，被加进来，让你分心的一些东西，弄坏了这一切，我觉得那不值得。OK， 那今天第2组的朋友们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麝香葡萄果冻和纯真卡牌的朋友，你即将迎来什么样子的一个试炼和祝福呢？我们来看看哦。
我再抽个补充牌，稍等我一下。OK， 好，有点没有地方放，会有点跑出镜头，没关系，来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试炼哦，你的试炼是左边这个部分，我们先看一下哦，你最近。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应该都是在讲感情的东西，就是整个牌面看起来会比较像是感情的部分。我会觉得因为我在想你最近是不是有喜欢一个人啊？你最近可能喜欢一个人欸，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身边是有人的，就是你应该是有你自己的另外一半，或是你可能已经原本就有一个喜欢的人，就是无论这个人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哦，就是你之前的心里面是住着那个人的。那或者是你已经是有男女朋友，有另外一半，有老公老婆的。那可是你现在会有点不太满足，我觉得会有点不太满足，就会觉得你会想要对，因为我觉得你本来可能就是一个很温柔体贴的一个人。这边这2张是因果的因，那我觉得你本来就是一个可能很温柔体贴，然后很有包容心的，然后甚至我觉得你有可能也是，例如说可能是一个蛮会照顾人的一个人哦，这是不分男女哦。那可是我觉得你认识了一个新的人。这张圣杯6呢，它如果是真的是一个故人，就是旧事，就是你以前认识的一个人。那他现在倒着代表，我觉得他是在阐述，就是说你应该是有遇到一个新的人。哦，天哪，等一下啊！然后你如果对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例如说进攻，或者是对他有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不适当的举动，或者是你对他有一些你知道就是不纯粹的想法，你会失去很多东西哦，要小心哦。这张圣杯9呢，它是正的话就代表你所有事情都可以心想事成，可是它现在是倒着的，就代表这件事情会毁了你哦。OK 吗？别闹了哈，别闹了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趋吉避凶呢？这个是你该做什么？我觉得你要分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好，对，这个人呢，他只是你的一般的朋友，或是只是工作上的一个伙伴，或者只是一个客户。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户，或者是只是一个例如说只是一个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就是你不要对他有什么样子其他的遐想，可以吗？那如果
你对他出手了，你想要跟他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你会失去一切哦，失去你所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哦。Hello， 要听话哦，可以吗？不要有动作，然后甚至我觉得有一些逾矩的行为，请你也不要做。但这不代表说你不可以跟这个人一起去，例如说去吃个饭或什么，因为我觉得你看，但是你看啊，这都是团体，你有看到一个人吗？没有。你有看到他们单独2个人吗？没有。都是3个人、4个人，有没有？就是都是有其他人在的。所以请你不要单独的想要约人家，或是在私底下，并非工作，并非上学的时候或什么的，就私底下约人家出去，这是不对的。可以吗？要打手手哦。好，对，打手手，因为这个会让你失去你所有你觉得你拥有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严重的。OK 齁，再来就是，这是老天爷给你的祝福，就是其实你原本你身边的那个人是很不错的人，是很好的人，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因为你之前的那个人，也不一定之前，就是你以前心里面住着的人，或是你的另外一半，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是因为你的老公、老婆，才能够让你现在的状况是比较好的。就是我觉得你们有点相辅相成。这2张牌是一对哦，一对是 pair， 所以千万不要动摇你们2个之间的关系，好吗？你要 hold 住自己的心痒痒，可以吗？OK 哦，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音，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圆满的、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一个家庭、一个生活，非常好的。这魔杖4是代表着美好的家庭生活，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氛围，所以请你不要草率的贸然的去破坏这个你们现在的美好，可以吗？那该怎么做呢？出现了月亮哦，很有趣，为什么呢？好，就代表其实你自己现在心里面还没有意识到，你其实即将犯下大错。我觉得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已经内心心灵出轨了，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哟。我觉得你甚至还没有任何的不安，你只是觉得说，跟这个人出去玩很开心，然后可以就是什么，就是例如说，就是会觉得哇，自己又好像又有那种被喜欢的感觉，或是那种被疼爱的感觉。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你其实已经有点一脚已经踩到那个线了。请你要警惕自己，然后该不安的、该觉得愧疚的、该有罪恶感的，请你要感受一下哦，好吗？我今天讲话有点好，有点凶，好，大家不要生气，好吗？牌有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子比较直接，大家可以理解吸收，好不好？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是圣杯 S， 那圣杯 S 呢，就代表说你要想起来你当初跟这个人之间彼此喜欢，还有你对他的好，可以吗？你要想起来哦，然后你的好只能够给这个人，可以吗？因为他只有一个杯子，我们人的心只有一个，他没有办法切割这么多个给别人，那都是错的。OK， 好，那你看不要做什么，出现了世界倒着，你不要破坏你现在世界，它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圈有点像句点啊，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你不要去打破现在的一个平衡，你不要去打破现在的一个美好哦。OK， 选择这个选项的朋友，感觉就真的是有点比较偏向于感情的部分。那因为我第一个时间接收到的一个讯息也比较是倾向比较大的，占大多部分的就是感情这样子。那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就还蛮 OK 的。好。那如果啦，真的硬要讲一些有关于事业或者是学业相关的话，或投资相关，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勉强挤出来一些些，就是呢，我觉得你不要因为贪心，然后就去做多余的事情，就是例如说，可能这个也投资，那个也投资，或者是说，可能很贪心的说，哇，那我这一次就是东西就是多买，没关系，反正我可以先存着。这些我觉得都不是很好。我会觉得，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事业的状况更好的话，那我会觉得你要多去跟周遭的人，例如说送礼啊，或者是说跟他们去聚个餐啦，或者是说就是跟他们联系感情，就是你不要想要有一些新的一些过多的一些像事业商品，或者是有一些过多的欲望。我觉得你现在是可以再从你现在的一个事业体里面平稳中去求更扩大你的一个领域。那方法就是你要多去跟周遭的人事物就培养感情，然后可以多跟他们有一些交流。然后如果你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的一个事业，就千万不要 OK。 好，这个也可以，我觉得这两张牌也可以解释为说，你要就是之前不熟悉的一个事业领域，那你接下来想做那个，就会把你带到你会失去你原本可能觉得还不错的利润，可能就因为这个就被拖垮了。那祝福呢，我觉得如果是以事业或是就是工作事业或学业，甚至人际关系方面来看的话，我会认为呢，你要把握你身边的团队，或是你的可能例如说你重用的一个属下，或者是你的伙伴，就是你要能够去尊重他，了解他，然后把他的一些想法带进来。OK 吗？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可是这不代表是说你就完全相信这个人或者什么，而是我觉得你必须要经过自己一个思考，就是也不是说这个人他跟你说什么你就听，因为你那样子自己本身没有动脑是不行的，自己没有好好的去运筹帷幄是不行的，所以你自己要听到了这个讯息，知道这个东西，那你要先经过一些自己的判断思考，然后你先好好的自己去咀嚼一遍，去了解一遍，然后再回归到说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你去做，然后有没有符合可能你们一开始创建公司，或是你有没有符合你一开始来做这件事做这个工作的一个初衷呢？那再来这个
世界牌它一样，就是你不要去突破太多你现有的一个已经熟能生巧，已经一个完整的一个你自己能够 handle 的一个领域。你不要随意的去开创一些新的领域或什么，或是做一些完全毫无相干的事情，这都是不好的哟。OK 吗？好，那我们今天第3组选择麝香葡萄果冻跟纯真卡牌的朋友，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4个选项，选择白桃果冻和信念卡牌的朋友，你即将迎来什么样子的试炼和祝福呢？我们来看看哦。OK， 好。OK， 我们来解牌吧。你即将面临的一个试炼，我会觉得是有关于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冲突。或者是家庭会有一些不和的事情出现。那我会觉得就是你平常其实跟家里的人，或是跟你的一些可能事业伙伴啊，或是一些朋友啦，就是我觉得你最近可能疏忽于跟他们有一些交流，或者是有一些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啊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你之前可能忽略了他们，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你之后的人际关系上面可能会出一些状况，然后导致我觉得你会，我觉得你会输掉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我出个补充牌，等我一下。好。我会觉得你可能会，例如说之前，例如说可能你做的一些，可能你可能讲别人闲话，或者是你可能之前有
做一些不是这么合理、这么好的事情，你可能会被大家发现，或者是你如果例如说你在卖东西，可能偷工减料或什么被人家，就是可能被里面的人出卖。而且我觉得这张除了人际关系之外，还有可能就是你的金钱也会受到影响，就你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哦。那你之后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稳住你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例如说你工作伙伴，你没有好好的去跟他们联络感情，或者是去好好的去面对他们，我觉得你到最后要小心会有小人，而且我觉得你会蛮糟糕的哟，因为你看这是宝剑9，你看就是大人小孩要过一个剑山，要过一个剑阵，有没有？不是剑山，就剑阵。那就代表说你接下来会面临一个比较窘困、辛苦的一个状态哦。那而且我觉得你会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然后再来就是你该怎么样跟不该怎么样。这一章就是我觉得你不要太天真。我觉得这个失恋我看到这边我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因为你之前都没有在顾虑对方的一些心情，可能例如说你可能讲话比较直接，或者是你可能不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 social， 所以然后你会觉得没有差呀，反正我们大家就是做对的事情嘛，就做事嘛，结果就发现不对，其实人与人之间他还是要联络感情的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其实说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连结是很强韧，但是其实也是脆弱的。所以有时候他叫你不要太天真的去想一些事情，然后不要太天真的去相信一些人，很有可能最接近你的一些人，他就是背后捅你刀子的人，好吗？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除了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例如说还有你的名声，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经济哦，所以你要非常小心哦。那甚至有可能是，除了讲话比较直之外，还有可能就是你之前可能就是跟别人闹得不愉快，跟一些人闹得不愉快，然后这些人有点绝地反攻的感觉。那你不该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你不要失去你自己的一个平衡。这分2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不沟通，因为其实Temperance 的卡片，它其实在正向的时候是一个沟通。你们看到2个杯子这样子倒来倒去，它也是有个沟通的意思在，所以你不可以不要沟通。所以请你要好好的找机会好好的方式跟大家沟通协调，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要保持着，就算是你被人家暗算，有没有？然后或者是人家把你之前的做的一些事情给捅出来，不管是怎么样，或者是可能例如说栽赃也好，我会觉得你自己心里面要保持一个平衡，就是不要整个抓狂，然后暴走，然后失去理智，你千万不要哦，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祝福是什么。那我觉得你其实是可以 handle 住的。而且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要取得平衡，这边也是2边呼应就是你要取得你的沟通，
跟例如说你收支平衡，你的身心灵的平衡这件事情，其实你现在快遇到这个可怕的状况，然后你开始调整，学习调整你自己的平衡，这件事情就是老天爷给你的一个祝福，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看到了这个影片，然后你有反省，有好好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然后去取得一些平衡。我不知道这有可能是派系之间的平衡啦，就你知道，就是例如是像一些公务机关，或者是像一些像白色巨塔有没有医院啊或什么的，其实就是都会有一些派系嘛。那我觉得你在这个时间点，你去理解他们派系之间那个权力运作，然后跟你自己的身心灵的一个协调，然后还有就是你有时候还是得要稍微去跟你周遭的一些人事物，就算你不喜欢他们，你也要就是学着去跟他们沟通，然后尽量运筹帷幄这样子。这个时间点是让你看到这个影片，让你去了解你现在的一个接下来面临到的一个惊涛骇浪，是老天给你一个祝福。好，那我觉得你之前就是真的没有好好的，就是我觉得你之前可能对很多事情都太天真，可能也太相信别人，或是例如有些事情你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仔细哦，然后比较没有那么有计划性，可能例如说你看这边有讲说你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被人家捅出来嘛，那有可能是你自己之前的一些疏忽，或是自己一些想说就求快，或是就觉得无所谓啦，反正应该也不会有人知道嘛，那稍微偷工减料或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会被人家发现。你看它是有呼应的，然后结果就是你应该真的，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来不来得及啦，因为他这边的结果，这边的果是失败，所以我会觉得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你可能不知道事情严重性哦。如果你在祝福这边的因果的果出现了这个倒着的宝剑五的话，我会认为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你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那我会认为你自己要好好的重新的审思，重新的思考，你该怎么样子面对你周遭的人事物，要怎么好好跟他们沟通。那之前一些可能例如说偷懒啊，没有做到的事情啊，或是比较随性随意做的事情啊，是不是有些该补破洞的赶快补起来了？ OK，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就是你要回到你自己最原本一开始你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心灵状态，就是你是为了什么才要做这个事情的。然后你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或是你真的很想要，例如说很想要进商学院，想要进法学院，或是想要成就一些自己的理想，那你是不是就不应该要有些地方就不应该要偷工减料，不求甚解呢？那或者是你原本可能跟大家都好好的，那为什么你之后就都没有好好沟通了呢？没有好好的跟大家一起，就是突然疏远了对方呢？疏远了大家呢？这要注意哦。好，那我觉得你要把这个东西给捡回来。那再来就是不该怎么样，就是你不应该要再继续想，然后就都不做了。那我会认为你，真的好好的把自己，有可能会出现状况、出现问题的事情，你一一的把它罗列下来，然后一一的去思考、反省，到底要怎么样子能够
进而改善你现在的，就是即将要面对，避免你即将要面对的一些风暴，要非常小心哦。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不要想说哦，就是因为这张圣杯七它原本是一个人很多很多的想象啦，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我会觉得你不要给自己想很多的借口。我今天讲话真的是有点比较直接，好吧？可是因为今天宇宙给我的指示，就老天爷给我的指示比较，我觉得比较有点锐利，所以大家不要生气，好好听好吗？好，那我觉得就是不要找借口，然后不要觉得应该没关系啦，反正也不会被发现，也没有真的会被发现吧，这样子。这是很危险的哦。那如果是如果我们来讲感情的部分哦，如果感情的部分呢，我会觉得这是即将面临分手或是离婚的一个牌面，就是说，我会觉得你可能对于你原本的家庭，对于原本的一段感情关系，并没有很良好的去经营，你没有良好的去经营，然后导致其实你之后会输掉这段关系或这一个家庭，输掉这个感情，而且其实我觉得周遭人其实很多明眼人啦，大家怎么会不知道是你对人家不好呢？那所以你接下来会就是变成就是比较孤身一人，孤单的要面对一些剑山哦。为什么一直讲剑山呢？见证，好吧，剑山有点太多了哈，但是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时期。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也是给你的一个试炼，也是给你一个祝福，就是你要了解到你自己必须要有所取舍，然后你自己有没有，就是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关系呢？你有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跟对方的关系呢？没有嘛？那所以就变成说你之后就会输掉这个关系，输掉你的家庭，甚至还会赔钱，或者是会失去一些经济，就是经济上面会出现一些状况。那真的不要想得太天真啦，好不好？然后你要回复到你到底原本的初心，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跟这个人在一起的？那你当初信誓旦旦的要给人家幸福是什么？那如果，因为其实有时候感情的事情你也不能够说谁对谁错。那如果，我觉得也不尽然是你的问题。不尽然，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有做不够周到的地方。好，这我一定要讲，就是不尽然全部是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有比较天真，对于这个关系太天真，或是太随性的一个情况在。这边就请容许我讲话稍微尖锐一点，大家抱歉。好，那我会觉得请你把你自己原本对这个家对这个人的一个，你可能想一想你们一开始相遇的情况吧。虽然我知道可能想了之后会有点不开心，或是有点感伤或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回想一下吧。那千万不可以就是不去沟通，这个一样，千万不要不去沟通，然后请你要小心翼翼的去面对这段感情，好吗？那不要在那里就是又在想说，是不是其他原因啦？会不会都是对方的原因？我自己都没有问题啊？那或者是说你就开始在寻找下一个感情，你这个部分没有解决，
美满的解决，没有圆满的解决，你先不要想要找下一段，因为那样子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孽缘来找你，因为你现在的一个气场是不好的，你可以理解吗？你现在的气场不好，来的都会是很可怕的污水桃花，会来很多孽缘，所以你现在要先把自己的状态给弄好了之后，你再去找下一个，就算你要把这个关系断掉。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你只要思考你自己这边的状况问题就好，就是你不要一直想要去指责对方，你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些地方处理的太天真、太鲁莽，或是有一些例如说太铺张浪费的地方呀，或是太没有顾虑到对方的心情啊，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对于对方的一个比较sorry 就是比较，例如说可能会讲话很粗鲁啊，对对方讲话很刺啊的一个部分，好不好 ？OK， 好，那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些窘困的情况，那真的要小心哦，好不好 ？OK， 那第4组。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今天4个选项都导读完毕，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在最后六花还想要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我们先来看选择第1个选项的朋友，这一张呢是意图卡牌，那我会觉得就是你其实要多回想起你一开始的那个一个意图一个想法，然后你要询问你自己的内心，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走在你自己希望的一个路上，就你现在走的道路是不是你自己要的，然后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你要先回归自己的内心，然后再调整你自己的跑道，这样子我觉得你会更好的去面对你的试炼，然后会更快速的迎接到你的祝福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选项的朋友哦。我觉得如果当你发现你自己内心开始浮动浮躁，开始有一些这些杂质，就是有这些你知道吵杂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你先好好的就是深呼吸，专注于你的呼吸，然后你放松自己，释放自己，让就是当你呼吸静下来，然后当你心静下来之后，我觉得你会到一个就是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平静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超越时间，不受到时间控制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状态，你才会更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你才不会被一些声音所影响。OK， 那随时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理智，然后智慧，然后让你的心去引领你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看一下第3个选项的朋友哦。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这个有一些事情的结果如果它是好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一个很纯粹很纯真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想法所引领我们前往一个好的一个境地，所以我觉得你需要让自己更净化自己，让自己更思虑什么的都能够更干净，然后如果你让自己的心保持纯净，保持诚实，面对的这个试炼将会比较轻松的可以去面对，来自于宇宙的祝福也会更快的能够领受到。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组哦。最后一组的朋友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会觉得我觉得你先，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就是偏掉了，跑掉了。那我会觉得其实你现在路还没有走太歪，走太偏，我觉得你还是走在一个清晰的方向，然后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道路上。那我觉得你要保持着你最一开始的初衷，你的信念，然后不要跑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避免掉一些可能试炼给你带来的一些不好的灾祸，然后你可以更快的领受，收到宇宙给你的一个祝福。OK，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是留言给我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越过你们的试炼，迎接你们的祝福。拜拜，我们下次再见。